最近一段时间呢，这个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很高啊。之前呢，这个取消公摊也被人们讨论了很多次，但是呢，这个意见并不统一，主要呢分为两派。有的人觉得呢不用取消公摊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公摊并不那么透明公开化，我需要的是我在买房子的时候，这个公摊能够透明啊，什么样的收费标准，到底是多少面积，只要是能够做到这些，那么有公摊的房子，我也会心甘情愿的去买。那也有很多人呢认为，就是说取消公摊可以，但是呢，我担心取消了公摊以后，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，那会不会引起房价的又一波上涨？那可能呢，未来我买的房子更贵了。总之呢，就是说买的没有卖的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，到底取消了公摊面积以后，房价会不会引起一个上涨？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公摊面积这么讨厌，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取消公摊呼声这么高。公摊面积呢，本身就是从这个香港引进到内地的啊，引进到内地了以后呢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我们买的房子啊，我们的不动产证上写的实际是这个建筑面积，建筑面积呢包含实用面积和公摊面积。比如说你的房产证上是100平，那么它会写上呢你的实用面积是70平或者是80平，那么剩下的20平或者是30平就是所谓的公摊面积。那这个公摊面积呢就包含着这个整体小区的公共用地啊，还有呢我们平时上下班坐的这个楼梯，还有进门的这个门厅啊，以及这个小区大门口的保卫亭，这都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共同公摊面积，那都是我们花真金白银买来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人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的这些公摊面积虽然我花钱买了，但是我平时用不着啊。而且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把钱花了，那这个钱呢，并没有花在明面上。虽然说我们的房子面积是100平，套内面积呢只有70平，那剩下的这30平方到底有没有一个测量的标准？谁也不可能呢拿尺子精确的去量自己房子外面的公摊。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呢，多层的公摊小一些，小高层的稍微多一点，大高层的最多啊，他们是有一个比例的。但是这个从10%到30%的比例呢，并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。那我们说呢，最近看到呢，有几个城市啊，交房了以后呢，这个公摊面积竟然达到了45%，或者说50%多，甚至呢，你买的面积啊，自己家里面的实用面积还没有公摊大。那买了以后，我们又找谁说理去呢？其实这一切呢，看起来都是不合理的。再有一点呢，就是说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，对吧？小区呢是我们多名业主集体呢共同出资进行购买的。那么在一些公共的用地上建设的一些盈利性的东西，那也就是说呢，相当于在我们的公摊上面建的这些东西啊，所盈利的这些项目，应该呢是由我们老百姓共同来享受的。结果呢，这些营收呢全部给了物业，包括我们说电梯里面的广告等等收入呢，都应该属于我们全部业主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并没有拿到这个钱。还有人说呢，我们现在所收的物业费啊，包括呢我们去交的这个暖气费，都是呢以建筑面积来算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业主就很吃亏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就极其讨厌公摊面积。你可以这样想一想，如果开发商在这个公摊面积上做手脚，毕竟呢我们不是专业的测绘人员，每一户呢只多出来5个平方的公摊，也就是说呢，每一户每一个房主呢多交5平方的钱啊，我们就按这个平均房价1平方1万块钱，那么这一户呢就多出了5万块钱。这一栋楼又是多少？这整个小区又是多少？那有可能呢，这整栋小区就会多出10几个亿的纯利润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开发商是不愿意取消公摊的。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作为购房者，开发商呢是卖房子的，买卖双方呢肯定卖的比我们买的更精。那么假如说我们一旦取消了这个公摊面积，对吧？原来呢100平方的房子呢是建筑面积，如果呢我们按照这个套内面积进行售卖的话，假如
如呢这个公摊面积30除外，开发商现在卖的面积呢就是70平，但是单价保持不变的话，变相的来讲，我们的总体单价就是上升了啊！大家呢应该能明白这个意思，也就是说，相当于房子变相的涨价了。那么，假如说我们去买一个100平方套内面积的房子，要比现在我们去买100平方建筑面积的房子花的钱更多。那在整体来讲呢，可能很多老百姓又接受不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现有的规则下呢，我们已经默认了公摊面积这么多年啊，我们的价格呢，我们所有的现在的单价呢，都是按照建筑面积去算。突然呢，取消了这个公摊面积，那么开发商很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把价格涨上去，因为呢，他不能够放弃公摊面积给他带来的这么大的营收，所以呢，羊毛就出在羊身上。而且呢，还有人担心另外一个问题，就即使呢，地方政府强制性的让这个开发商啊，在建设房子的时候不能够因为没有这个公摊面积了，所以呢，就把所有的这个公共的地方建得很小。也就是说呢，地上所有我们能够看到的地方，这些所谓的公摊面积不再由我们业主买单，而是呢由这个开发商来买单的话，它会不会以一个最低的标准来设计？也就是说呢，未来我们买到的房子，虽然说房子很大很宽敞，我们没有了公摊面积，但是小区里面的绿化啊，包括呢这个进门的这个楼道，还有呢上楼的楼梯以及电梯，是不是就会建得很不好或者很一般，从而呢引发质量问题？所以呢，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的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站在购房者的角度来讲呢，这些担心呢并不是多余的，而是呢要实际的去解决的。那比如说，可以从2个方面去解决。第一呢，要全面的取消公摊，而这个公摊建设的部分呢，按照现有的标准一点都不能少。那这个费用的话呢，可以由这个地方政府买单，或者说呢，开发商去买单啊，不能够呢从这个业主身上再进行这个额外的收费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说，在这个整个新房进行了房产备案的时候呢，不能够呢刻意的去涨价，别因为呢把这个公摊取消了以后啊，就把这个房子的单价给涨上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取消公摊来讲呢，对我们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又或者说呢，假如不取消公摊面积的话，那这个收费的标准是否能够相应的降低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套内面积的价格可能呢会达到1万1平，那我们平时的公摊面积用的比较少，甚至是不用，那我们的价格能不能以5000或者是3000一平的价格卖给我们的购房者？还有呢，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缴费的时候，这个物业费以及呢这个暖气费是否能够以套内面积来进行缴纳？那如果呢，我相信这些东西全部解决的话呢，那这个公摊面积呢也会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置。总之吧，当前呢这个公摊面积确实是令大家头疼的一个问题，而我们呢是属于被迫接受。看来呢，取消公摊面积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因为呢，在过去20年，公摊面积呢已经根深蒂固，想解决呢，也不是说1、2年就马上能够解决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